上集说到，芙莉莲决定不再隐藏实力，仅用一击就将扎特秒杀。夜晚降临后，辛梅尔终于忍不住询问道：“是否可以向他们说明情况了？”芙莉莲沉默片刻后，也明白事情已经瞒不住了，于是坦然承认道：“自己其实是从80年后的未来回到这个时代的。”然而辛梅尔听后只是稍微思索，便平静地接受了芙莉莲的说法，这让芙莉莲顿时有些错愕，难道他就这样轻易相信了吗？海塔则在此时补充道：“在亲眼见识过那种规模的魔法后，他们如今也不得不相信了。”辛梅尔也表示道：“毕竟芙莉莲最近的言行确实和平时截然不同。”随后众人继续踏上旅途，辛梅尔也感叹道：“80年后的未来确实难以想象。”海塔却轻笑回应：“恐怕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吧？”芙莉莲听后微微一愣，但很快便释怀的回应：“差不多吧。”这时海塔又问起他们最后是否成功击败了魔王，但芙莉莲却不敢回答，因为这个答案很可能影响未来。辛梅尔见状立刻表示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知道的必要。可海塔却不这么认为，毕竟自从魔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后，魔王就已经君临魔族超过1000年，过去也有无数英雄向他发起挑战，却始终没有人真正将他击倒。艾冉听后也认同这一点，因为就连南之勇者都未能做到。于是海塔神情严肃地看向芙莉莲，询问即使到了80年后的未来，人类是否依旧还在与魔王军战斗，而他们的这趟旅程是否也为那场战斗做出过贡献。然而面对这个问题，芙莉莲却依旧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辛梅尔见状再次打断海塔，表示就算知道了又能如何？无论讨伐的结果最终会是如何，他们都会继续战斗下去的，毕竟我们可是勇者一行人。海塔听后也终于理解了辛梅尔的意思。之后众人在路边扎营休息，辛梅尔询问芙莉莲是否知道回到未来的方法，但芙莉莲对此完全没有头绪。原本他以为只要再次触碰石碑就能回去，可这个方法显然行不通，自己甚至连石碑上的术士结构都无法识别。海塔则安慰他不要太灰心，毕竟那是女神大人的魔法，至今依旧存在许多未解之谜。辛梅尔也顺势提议，既然芙莉莲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回去的方法，那就先前往附近的城镇吧，因为那里有教会也有魔法使协会，说不定能找到相关线索。于是众人来到城镇，开始四处打听石碑的情报，从城镇里的商人到教会中的神父，他们几乎都问了一遍。途中海塔甚至还跑去买酒喝，可最后却依旧没有任何的收获。辛梅尔也感叹道，看来是必要花上一些时间了。芙莉莲见状有些过意不去，于是便向众人道歉，表示很抱歉把大家卷入这样麻烦的事情里。但辛梅尔却只是轻笑回应，没关系，因为困难越大才越让人兴奋。海塔也立刻补充，辛梅尔这家伙绝对是认真的，毕竟他在旅途中总是喜欢绕远路。芙莉莲这才想起辛梅尔确实就是这样的人。随后到了夜晚，众人也来到酒馆继续打听情报，然而石碑的线索依旧没有问到，辛梅尔反而接下了一个护送商人的委托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辛梅尔等人正式开始了护送商人的委托。辛梅尔也向芙莉莲道歉，表示自己实在无法拒绝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但芙莉莲对此并不在意，毕竟这片北部高原栖息着无数魔物，总需要有人站出来保护这些商人。辛梅尔听后顿时有些感动，可下一刻芙莉莲却又补充道，如果是自己的话，肯定不会愿意多管闲事。这让海塔忍不住轻笑起来，认为芙莉莲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于是海塔也顺势问起芙莉莲之后是否也一直在旅行。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艾然也开始好奇芙莉莲旅行的目的，以及身边是否还有其他伙伴。但芙莉莲只是表示这部分必须保密，因为他无法确定这些情报是否会对未来造成影响。海塔听后虽然有些失落，但也只能理解。芙莉莲在察觉到他的情绪后，便主动表示他们2人其实帮了自己很大的忙。虽然海塔和艾然并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却能从芙莉莲身上感受到那份真切的喜悦。辛梅尔这时也好奇地问起自己，芙莉莲则表示她为自己提供了不少动力。辛梅尔听后轻笑回应道，看来自己努力留下的各种铜像果然是值得的。海塔闻言立刻吐槽，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花一整天时间去决定铜像的姿势了。芙莉莲也跟住表示，那确实是一段漫长的等待。而他那空洞无神的眼神顿时让众人忍不住吐槽，辛梅尔居然能让一名精灵等到这种程度，实在太恐怖了。辛梅尔见状只是笑着道歉，但随后又表明自己依旧不会放弃。为了让后世正确地记住自己的美貌，他的铜像必须保持完美才行。这让艾冉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。随着众人继续前进，海塔很快感知到了敌人的气息。辛梅尔也立刻询问芙莉莲魔力探知的结果，芙莉莲则判断敌人数量相当多，而且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逼近他们。下一刻，一支弓箭猛然射向商人，好在辛梅尔及时用箭挡下，但魔物已经堵住了前方道路。海塔连忙让商人先躲回马车，众人也立刻迎战魔物。可就在他们与前方魔物交锋时，后方的魔物又射出弓箭袭来，所幸海塔及时施展魔法防御，才避免众人遭到偷袭。看住魔物前排迟钝，后方负责射击的阵型，
海塔立刻意识到，这些魔物是透过观察人类学会了人类的战斗技巧，这也正是北部高原魔物难以对付的原因。辛梅尔随即让弗利莲掩护自己，并让海塔负责护送马车撤到后方。然而海塔这边才刚准备撤退，弗利莲便察觉到异样，连忙提醒后方有敌人偷袭。下一刻，魔物便从侧边冲出，逼近海塔。海塔根本来不及施展防御魔法，但艾冉却在这时挡到了他的面前，独自赢下魔物的攻击。魔物的长矛猛然刺向艾冉，可下一秒碎裂的并不是艾冉的身体，而是魔物手中的长矛。艾冉毫发无伤地接下了这一击，眼看众人已经遭到前后夹击，艾冉也当即表示后方就交给自己。辛梅尔听后轻笑住回应，没想到这种攻击都无法伤到艾冉，自己都要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人了，但自己只需要将身后交给艾冉，安心专注眼前的战斗就足够了。于是众人再次与魔物展开交战，最后也完成了护送商人的委托，而商人也向他们表达了感谢。但海塔却很在意艾冉的身体状况，艾冉则表示一点事都没有，这让弗利莲忍不住吐槽，看来海塔又要被恶心到了。这样的对话还真是让人怀念。辛梅尔也补充道，艾冉可是队伍里的防守大闸，如果他不够结实，那他们可就要头疼了。不过弗利莲刚才的配合也帮了自己很大的忙。这番话让弗利莲意识到，对现在的他而言，与伙伴配合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事，但说到底，这一切都是他当年与辛梅尔旅行时学会的。于是弗利莲当即向辛梅尔表达感谢。辛梅尔虽然不明白原因，却还是坦然接受了他的谢意。而另一边的海塔仍在追问艾冉为何能如此结实，但艾冉却表示这是因为气魄。辛梅尔听后也认为自己必须更加努力增加气魄，让弗利莲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吐槽他们。然而即使众人不断打听消息，最后依旧没有得到任何情报，弗利莲也因此再次感到不好意思。但辛梅尔却觉得这样也挺有趣。海塔也大笑住表示，谁让他们的勇者是个爱绕路的人呢？而辛梅尔更是直接把这句话当成了称赞。艾冉则没想到情报会少到这种程度，但海塔对此并不意外，毕竟如果情报能保留到现在，那大家也就不需要特地去解读石碑了。辛梅尔这时想到，或许可以从文献里寻找线索，但弗利莲却认为纸本的寿命太短，只要管理上稍有疏漏，就可能因为潮湿而腐烂，自己也因此失去过不少魔导书。不过海塔很快想到修道院或许能找到相关线索，因为修道士会将抄写视为修行的一部分，许多古代文献也正是因此流传至今。只是修道院和一般教会不同，通常都坐落在人烟稀少的地方，单靠他们估计很难找到。于是辛梅尔提议先回村里，或许能从教会打听到修道院的消息。隔天众人来到教会后，辛梅尔也向神父说明了来意。神父听后表示，附近确实有一座修道院，但那地方可不容易抵达。然而一旁正在祈祷的海塔却突然开口表示没问题，这让辛梅尔顿时有些疑惑，明明连地点都还不知道，海塔为何能断言没问题？海塔则平静地回答，自己刚才已经向女神大人祈祷过了，女神大人会指引他们抵达目的地的。辛梅尔听后也只能轻笑，看来他们的僧侣还真是乐观。随后众人终于找到了那座传闻中的修道院，只见它竟然建在悬崖峭壁旁。艾冉顿时不解，为什么要把修道院盖在这种地方？海塔则解释，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，只有在严酷的环境里才能更好地维持清心寡欲的生活。只是如此极端的修道院，就连他也是第一次见到。辛梅尔随即询问弗利莲是否要用飞行魔法过去，但弗利莲却认为不能这么做，因为飞行魔法很可能被人目击。辛梅尔也明白他的顾虑，既然不能飞，那剩下的方法就只有爬上去了。于是众人开始徒步前往修道院，途中更是充满了危机。到了夜晚，也只能在山洞里休息。而随着距离修道院越来越近，辛梅尔看住眼前的悬崖，反而兴奋地喊艾冉过来，因为前方几乎全是峭壁，正因如此才有攀登的价值。艾冉也相当认同他的想法，让一旁的海塔忍不住吐槽，难道他们都不会累吗？弗利莲则轻笑表示，看来辛梅尔正在享受着这一切。海塔也只能无奈表示，他从以前就是这样，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从中找到乐趣。但弗利莲却不明白以前是什么意思。海塔也意识到弗利莲又忘记了自己和辛梅尔其实是同乡，两人从小就已经认识。辛梅尔从小就是个直率的人，而自己则是个性格扭曲的孩子。可辛梅尔总能把他口中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一件一件变成现实。海塔随后也坦诚道，即便是如今自己依旧没有击败魔王的自信，这项伟业对他来说太过遥远，但如果是辛梅尔的话，或许真的能做到。虽然自己如今不能向弗利莲确定这点，但无论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，自己都会继续跟随辛梅尔的脚步，因为他对辛梅尔有着绝对的信任。而就当众人终于抵达修道院后，他们却依旧没有得到任何收获。辛梅尔见状却只是大笑住表示，那就前往下一站吧。这让弗利莲都忍不住吐槽，辛梅尔是不是也太乐观了？